下面介绍一下外护套定点仪。首先这个是主机，接下来主机的界面，左上方这个是高压输出口、电压表、电流表，外部220接口、开关。右上角这个是跌地柱，在通电实验时必须安全跌地、良好跌地。这个是调压旋钮。左上方这个是保护开关，防止电流过大对仪器进行损坏。FM 旋钮是调频率，在脉冲模式下调频率，一般频率3-4秒左右就可以。左下方这个是耐压和脉冲调换钮，有带有三角符号，这个是开始，四方的是停止。下面顺便介绍一下附件，这是保险管，一般是用起子把这个翘起来，保险管损坏的时候进行更换。指针是微安接收器，这个是定点时，地埋定点时与接收器配合进行定点。卡钳，接收卡钳，它这有方向性，与接收器配合，在坑道，就电缆坑道时，电缆流是可以看见时定点。电源线，红色是高压输出线，透明地线。现在讲一下外护套内压模式，下接线，外部2元电源接入主机，这是地线挂入线上，良好接地。高压输出线插好，接入电缆。现场用是低压电缆模拟的，两项，其中加一项末端悬空，就是模拟一个对电缆进行耐压。它电压表显示是个10千伏的，一般是外护套要求就是10千伏。内压1分钟，合格就是通过。线检查之后进行开机，打开电源。这个是零位灯，是绿的。先启动看一下，这个是保护的。点击之后蓝色就是保护，电流过大都会自动保护。停机。启动。红色是耐压，绿的是脉冲。先做耐压模式，红色的。升压已经启动了，高压通明已经亮了，启动。咱们现场模拟了，电压就不升太高了，主要就是看一下效果。看电压能升起来没电流，就是电缆外护套合格的。如果电流过大，就是有可能就有问题。好，停机的时候降下来，停机。一般是如果电缆过长的话，能控制住电压，对电缆进行放电。下面讲一下外护套定点模式。电源检查线、高压输出线、电源接地线，将红色输出线加入。现场时候用低压电缆模拟一下，这是外护套，加入外护套，末端悬空。加好之后进行开机，打开电源，保护开着呢。这是定点模式，启动，调频率3-4秒，个人情况，升压。现场是模拟了个4D啊，没有电压，只有电流，信号效果比较好，就是电流声小点，能看见效果。
一般咱情况下，外面就是电流尽量大一点，到100左右。调好之后，将接收机与卡钳连接。下面是模拟就是电缆在坑道裸露的时候，就卡钳能直接卡在电缆本体上。一开始也开校准开，距离发射端2-3米的地方有电头，从测试端指向末端。将表头这有2个档位的，达到1档，2个旋钮让它调零，还有个偏转，才可以把这个幅度往大降升一点。它开始向左转的，从0大概是到50，差不多就是50。测试调好之后，保持这2个旋钮不动，向故障后面走。测试的时候，因为是没有数据，电锹有数据的话就是按照数据，没有数据的话就是1/2发。电缆末端一卡，看还有没有电流。没有电流的话，就到1/2，1/2、1/4，这可以减少工作量。现场这块是模拟了个死结地点，可以在故障前方先卡一下。信号基本偏满，一定保持这个方向性。在故障点后面卡一下，很小，也就是故障点已经在之前的方向，大部分电流信号已经进入到大地了，所以它信号就小了。现在就是往前一段粗点排除，用卡钳法。就是对裸露点进行定点。下面介绍一下外护套定点模式，就是电缆是闭麦状态下，发射机与故障项与外护套连接，末端悬空。2转接口地线连接现场良好接地，接好之后进行开机，保护打开的蓝色的，定点模式绿的，点击启动，调整频率，调整适合频率3至4秒都可以。剩下主要看电流，这个是有点死结地和电压，基本上就是电压打进去，基本上转化电流了。一般都是让电流达到50到100，50到100，70、80左右。现场这个是基本上死结地，电压不必过太大。调好之后，将接收机与地签连在一块儿。2个调零，左边这个是幅度，指针幅度，右边是调零，一般是2个配合。基本调整就行。好，现在定点仪到故障上方进行定点，如果有电桥的话，在电桥粗测的距离上，在电缆正上方进行定点，先调好，将地针穿。这个调整幅度和调整大小，太大了，咱也不用过大。
这样做的是吧？往前靠点，这个幅度都比较大了。咱们看这个幅度大小，就是离故障点越来越近了。再往前，现在往右偏，就是它已经发生偏转了。这里面注意的事项就是这个指针在插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的一致性，要么绿的，要么红的一直在填，要么黑的一直到填，在中途不要发生前后变化。这样子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过了，让你过了，大幅度，还是向左，再往右偏了，发生偏转了，再插好。就这一块，能定出就是这不到1米的地方就是故障点。如果细插的话，把这个故障点能插出来，就指针不发生偏转。现在这个条件已经合适了，就是它指针发生偏转的地方，两个针的之间的距离就是故障点。没插好，好。测试完毕之后，停机，响的那一下，这是没电压，再响的那一下，停止。响的那一下，就是因为电压大部分已经流出去了，里面存的电压比较小。停完之后，进行对电缆进行放电，放电完毕，关闭电源，拆除线。